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今天我们说一下，从手相就可以看出我们身上的这些纹路，其实隐含着生命的秘密哟。但你知道除了掌纹之外，手腕上的哪些线居然能看出你的健康以及未来的人生走向？一起来看看你手腕上的每条线吧，能告诉你的秘密吧。第一条线，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可以看出你的健康以及大概的人生走向哦。如果这条特别明显的人，恭喜你，你会有一个健康快乐的长寿人生。如果这条线有小小断成2条的朋友们，那么你要考虑一下改变你的生活习惯，要让自己吃得健康，还要不要揽太多事情在身上，搞得自己压力很大。如果你的这条线断的不止一个地方的人，不要太担心，这只代表着你的童年会走得比别人多些困难。第二条线，财富线，基本上你也会有这条。如果你的这条是很平平顺顺的，没有断掉，但没有特别的深，那么就跟这条线的样子一样，你这一生的财运也会平平顺顺的，或许不会大富大贵，但绝对是能让你用钱不求人的满足过一生。如果你这条特别明显，那么你生命中会出现许多能致富的关键机会哦，可要好好把握。如果你的这条线有断掉的现象，那么你真的要好好规划理财一下了，因为这代表你很容易会有一些财务上的纠纷和问题。第三条，名人线，上面2条基本上是大家都有的，但是这一条可不一定哟。如果你有这条的朋友，而且中间还没有断掉，真的是一条从头连到尾的线，那么你会是一个超有影响力的人，不管在你的生活上还是职场上，你会成为那种被人记得很久的人哟。第4条，神秘线，有这条线的人，你很有子孙福，晚年可以含食弄孙。不过命理学家也有说，这些身体上的纹路是能告诉你先天上的秘密，但是后天的作为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哟。所以如果你先天条件超优，那么后天你就循着这些线索去努力。但如果没有好的朋友们也别担心，上面都有建议一些改善的方法，就特别注意小心那些点就可以。人各有命，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人们总是在预测自己的命运，所以从古至今形成了一套完备系统的看相方法，不得不说很多时候还是非常管用的。但是要注意，其实算命先生不会告诉你，看面相也要遵循这3不说5不看的原则。1. 相有3不说。一辈子没有好运，心理承受能力又弱的人，不可直接对他说，那样会加重他的心理负担，产生消极心理，无形中害了他，也无形中损我之阴德。2. 看到寿命将近之人，不可直说，恐他自己慌张，担惊受怕，家人妻子儿女悲伤，从其他方面来说也与我无益。3. 凶暴之人，不可直接对他明说，恐他忌讳我看破他的隐情，反遭他的加害。2. 相有5不看。1. 暴怒后的人不看，满面青色蓝色，阴质部位难分辨。2. 饮酒后的人不看，酒气入眼，难分辨吉凶。3. 纵欲过度的人不看，气色又青又暗，难分辨吉凶。4. 人多的时候不看，思考难以集中专注。5. 预测师自己有心事时不看，心不在焉，影响准确率。面相看运势，有这3大特点的人，运气不会差到哪里去。1. 下巴地格方正饱满，运气好。下巴一直是看相的重点，如果下巴长得方正饱满，那么这种人天生就是很有福气的，而且这种人为人做事的时候有恒心，能够坚持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完，对待朋友总是很真诚。2. 眼大有神，面相运气好。面相上看，一个人的眼睛黑白分明，而且眼神亮而有神的人，一般运气都不会很差，天生就是有自己的目标的，而且这种人很理性，做事情的时候有耐心，够坚定，不会半途而废。3. 鼻梁挺拔，颧骨平满的面相运气好。面相上看，一个人的鼻子如果鼻梁长得比较挺拔，那么说明这种人性格是很有爱心的，而且这种人办事能力非常的强，这种人天生就喜欢乐于助人，喜欢帮助他人，造就他们生活中也有很好的人缘，在生活中也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说他们一生的好运往往都是靠自己积累下来的。只要一说到手相，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命线、感情线和智慧线3大主线。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手相学上，这3条主线确实是可以反映出很多不为人知的信息。
比如人的财运、赚钱能力、人际关系、感情好坏等等。可是除了这3条主线所反映的信息以外，还有手的大小、形状和其他一些特殊纹路，也同样代表着很多的含义。就好比大佬今天要为大家讲的3种眼睛纹，虽然都是眼睛纹，命运却各不相同，有2种暴富，还有1种却是暴穷。为什么会这样呢？接下来大佬带大家了解一下这3种纹路。1. 拇指眼睛纹，夫子眼凤眼纹。凤眼纹位于大拇指的中间指节纹上，由2条闭合的线纹构成，形成像丹凤眼一样的图案。凤眼纹的形状越像眼睛，越有福气。长有凤眼纹的人乐于奉献，大爱无私，拥有和谐恩爱的婚姻感情生活，是一个好老婆、好老公。要是右手拇指有夫子眼，食指有3约纹，则是大吉之象，富贵无边之人。这位女士的手相夫子眼清晰，手上多吉利符号，也是很难得的吉祥如意手相，后富无穷，于事不吃苦。2. 拇指眼睛纹，佛眼纹。有人常常会混淆这2种拇指的眼睛纹，以为是同一种，其实不然。佛眼纹位于大拇指第2节，手掌虎口之上，呈一个眼睛纹或者几个眼状纹。手相此纹表示此人极为聪明，有相当高的智慧，因此佛眼纹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学识和才华，往往名誉清高，美名远扬，属于才华先有后得富贵之人。3. 生命线上眼睛纹，往往属于运势极其缺乏之人，今生注定要事业无事业，要夫运无夫运，要健康无健康，倒霉一辈子。老来还没有子女福气可享，属于一生都大穷大贱的命格。手指中间漏财，一点点钱财也守不住，更加贫穷。智慧线短直，说明性格直，不懂察言观色，也是比较愚笨，注定没有工作运。感情线驳杂，婚姻争吵不断，感情很差，心情低落。除了上面这3种眼睛纹，我们手上还有对很特殊的纹路，通过这些特殊纹路也能了解一些命运信息。接下来大佬总结了几种比较罕见的，给大家介绍一些，不妨参考了解。1. 美鹿纹，在手掌中有不少3角形的手纹，而且都是偏斜成横纹状的3角纹。这些倾斜的形状接近于3角形的手纹，就是美鹿纹。如果出现在手掌中的对宫、坤宫或艮宫等区域，纹路清晰深刻，象征着吉祥与富贵。掌中生有美鹿纹的人，通常家境优越，一生物质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福泽深厚，很多方面都不需要自己操太多的心，所到之处自有人代为上宾，过得舒适自在，有一定的学习机会，见解非凡，长大能够大有作为，飞黄腾达。如果这种手纹刚好和其他手相特征相配，今生的成就会远远超越父辈，也是光宗耀祖了。而且有这种掌纹的人一生贵人运很好，一生很容易遇到贵人帮助，而且多数是异性贵人，也就是说命主很容易因为自己的爱人而获得好运，从而增加自己的财富收入。2. 金花印纹，手掌中有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是为金花印纹，一左一右或斜斜相对的不算作此纹。有诗说纹带金花印立身，此生富贵不忧贫，男儿指日封侯相，女子他年国内人。拥有金花印纹的人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尤其是享社会名气，受人尊敬，女子易主嫁入豪门或嫁夫有贵气。金花印纹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吉祥手纹，这种手纹不仅十分漂亮，还寓意无比吉祥，代表人的贵气。在古代，若是男人拥有，必然可以做大官，一登龙门，身价100倍，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上等人。
若是出现在女子的手中，必然可以嫁入侯门，飞上枝头当凤凰，成为金光闪耀的贵妇。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这种手相的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的事业。掌中有金花朵般的纹理，男人有此纹可当大官，女人生此纹可成贵妇。3. 千金纹。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有手掌根部向上延伸，超过了智慧线，但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同时还乐善好施，是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富贵荣华可享，就要看此纹。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衣食无忧，生活殷实，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必能早年就发达，前程似锦，家中财源滚滚，富甲一方。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文遇千金直上加。设使少年人得此，前程富贵有人夸。需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否则必冲毁前程。这种人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前途不可估量。一生衣食无忧，生活殷实，财运不断，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但是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未来财运会更旺盛。4. 三奇纹。三奇纹是一种非常吉利的掌纹，通常可分为2种。一种是太阳线从中间开始分成的3条向上的线。男性主其人在事业上有多种愿望，可多方面发展事业，并在各种事业上均有所成。女性主干练持家，夫旺兴家，如太阳线之支线漏缝者，男性主先成后败，女性主到老孤独。另一种是事业线、太阳线以及财运线或者是健康线集结在一起而成的。如果掌中有此纹线，其人会名利双收，具有事业潜能，很是了得，绝非凡品。其人的成功与著作、社交或口才有关，如作家、律师、教授等。三奇纹的三奇究竟指的是哪3奇？民间传闻1奇为金玉良缘，婚姻和谐美满；2奇为能遇到知己贵人，纵使危难当头，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成功转运。3奇便是横财加身，富贵吉祥。3奇纹明显的人，人天生就注定命运不凡。他们要么就是成为发明家，给人类带来了不少便利的发明，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此生要官有官，求财得财。有3奇纹的男人放在古代就是宰相命，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是他们能够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他们敢于承担责任，经得起大风大浪，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保持自己的原则，最终会因努力不懈，不断进取而达到成功。5. 宝运纹。凡是在掌中有一个螺旋纹，如月晕一样，就是宝运纹。月为阴，主钱，故此纹主经营得财，其财富就像水中涟漪一样，一圈又一圈，一波又一波。宝运纹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特殊掌纹，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往往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家运亨通，不是封侯拜相的大贵之相，就是钱财不愁的大富之相。如果宝运纹像铜钱形状，则家中有食有财。通常掌中生有宝运纹的男人，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大，升官发财比较容易，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能够富贵双全。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有机会在各自从事的领域有所建树，所以这类人往往在商界大有成就。
优秀的直觉与判断力会令其很富有。但是不要忘了，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一切都是辩证的。如果宝运纹位于拇指根部的震宫，震为雷，预示其人多为大贵之人，亦会有大灾相随，一生运势波澜壮阔。宝运纹因为利于事业，所以女人拥有宝运纹往往不以极论，会很不利婚姻，多有三婚不止的倾向。尤其如果宝运纹正好落在手掌的前宫，则有不利家中男主人的倾向。当然，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一些吉祥掌纹的出现虽然是有好运的征兆，但还是要看整体手相，才可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而且无论是做什么事情，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好的手相面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要实现自己的梦想，终究靠自己打拼。故相书就有记载说，男儿断掌千斤两，女子断掌过房养。因此男人断掌与女人不同，男人右手断掌掌管财库，断掌的男人有创造财富的能力，财运事业方面都很好。在我们的生活中，许多成功男士也是断掌的，但也是要配合其他纹路来区别对待的，不能够直接定论。很多有断掌纹的男士想知道男人断掌纹好不好，但是在此之前，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断掌纹。大家都知道有人们的三根主线：生命线、智慧线和婚姻线。三条线的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掌纹，如智慧线和婚姻线重叠起来就是断掌纹。那么男人断掌纹好不好呢？男人断掌的性格特点，男人断掌代表着这个人意志坚定，能够冷静地面对生活带来的波折及压力，是有个人主见的，坚韧不拔的男性朋友，做事情又很一丝不苟，有强硬的决心和责任心。断掌纹的男人办事效率很强，做什么事都会尽自己所能去完成任务，因此这类朋友往往加班最多。这类朋友凡是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都会请教他人，他们深受朋友同事的信任，因此在事业上容易获得他人的支持。这类男人的责任心非常强，在任何岗位上都有自己的原则，因此对企业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断掌纹的男人因此不管是打工者还是创业者，事业方面都能够成大事的人。通常情况下，断掌的人看问题非常实际，也比较富于决断，较少感情用事，因此常常在某个方面能够获得成功的标志。因此断掌的人也容易被人认为是没有人情味的，这是断掌人的性格特征。感情方面，由于这类男士对事业的过于热衷，往往忽略对方的感受，但是同样又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因此事业和感情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他们如果真心投入感情中，会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爱人开心幸福。同样如此，正因为他们爱恨分明，如果感情问题出现了巨大的争执以外，很多覆水难收，最后导致分手，形同路人。双手断掌纹的人有一个特别的缺点，就是比较固执和极端。在感情方面，这是不利的存在，因为和对象吵架的时候，往往会跟对方争执不下，甚至大打出手。在事业上，如果不把握分寸的话，更容易得不到同事的信任，导致最后孤军奋战。这是身为职场人员的最大忌讳。总的来说，断掌的男人有以下性格特点：第一，主观性强，脾气较大，做事很执着。从好的方面来看，这种人做事很有决心、恒心，认定的目标一定会排除万难，不会半途而废，因此多在事业上取得成就。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使明知是错的事情，也会错到底，是死不悔改的硬脾气。第二，感情与理智不会分割。于是断掌人的性格显得坚强，自信心充足，处事极为理智，不易受感情或亲情所左右，自然独立性较强。不再论其他因素，单从这性格方面的分拆，便可理解古时面相学家为何对拥有断掌的妇女认为一生不利婚姻，不
不易妥协的性格，始终对婚姻较易产生波动，也是无可避免的。第三，易自私、固执、急躁、小气，缺同情心，易孤立、少朋友之人，且手掌打人特别的痛。第四，通常具有强运势，头脑灵活，富有魅力，做事很有决心、恒心，认定的目标一定会排除万难，不会半途而废，擅长把握机会。如有事业线及太阳线，必在财富及权力上大获成功。第五，对情看得很重，特别是爱情，会极尽自己所有力量去博取对方的欢心。关于断掌有两种说法，左断掌官运佳，右断掌克流轻。左断掌掌握兵符，右断掌掌财库。事实上，断掌的人个性显得急迫，不听劝，喜弄权势，爱恨分明，但做事积极且有责任。如果男人左手断掌，对于男子来说，左为阳，左掌表示先天。左掌是断掌的男性，往往会有这样一些相对应的情况。第一，上面提到的性格特征在其人生的早期反映的比较突出鲜明，而年龄渐长之后，那些特征会逐渐消退。第二，与家中的男性长辈的缘分较差，比如与父亲的性格冲突较为明显，以及父亲会较早去世。第三，青年时代就离开父母，自己单独外出生活的几率很高。第四，男人左手断掌意味着感情生活相对比较复杂，在寻找另一半的路上比较辛苦困难，感情事不能强求，只是时间比别人晚一点而已。平静祥和的去看待，自然就会收获爱情。左手断掌的男人感情比较丰富，心地也很善良，一旦有了心上人，便会忠贞不渝的去对待，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如果男人右手断掌，男人右手断掌掌财库，意味会变成经商之才。男右手断掌手相的性格特点：第一，性格比较固执，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底，哪怕是错误的。第二，责任心很强，凡是开了头的事，不管中间碰上怎样大的困难，也不会将那件事丢开，总是咬紧牙关把那件事情做完为止。第三，有能力。甲断掌减半重权，大多领导人都具有断掌纹。第四，喜欢独自经营，事务大小也都亲力亲为，不喜欢别人插手，也不容易听信别人的意见。第五，对情看得很重，尤其是爱情，会竭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博取对方的欢心。如果是男人双手断掌，双手断掌的男人运途可大好可大坏，若不能够不断的修身养性，导入正途，必能够有所作为。大体上说，要么就是天才，要么就是白痴。综上所述，断掌纹的男人有好也有不好，最主要的还是靠自己去把握。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痣，而痣也长在我们身体上面的各个角落。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痣长在手掌上的人命运运势会如何吧。手我们称它为掌管万物一切的物，而如果一个男人的手掌长痣的话，并且这颗痣有光泽度，并且大小均匀，则说明这是一颗吉痣。如果手掌中长有吉痣，则说明这位男性朋友将是一个富贵相伴的天命，一生运势是相当好的，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有贵人在旁边相伴，一生之中不会有什么烦恼和烦心的事情。手掌有痣的男人一般都是事业上面的王者，他们大多心思比较缜密，有自己的一套工作计划和体系。这类朋友大多会事业有成，在自己的同领域中做出傲人的成绩，而这些成绩对于同龄人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所以他们天资聪颖，一般小的苦难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值一提，面对困难时会有王者一样的风范，而事业上面也总会遇见帮助自己的贵人。所以手掌有痣的男人一生中事业上会硕果累累，手掌有痣的男人在感情家庭上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伴侣，因为这类朋友在感情上面不会花言巧语，不会口若悬河的去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关键时刻他们会以你为重，其实简要的说就是说的少，而做的会比较多，会给人一种强有力的安全感。
虽然往后的生活中你们会缺少一些风花雪月的浪漫故事，也不会时不时给你小浪漫，但是他们能够给你一世的安稳，这就足够了。一般手掌长痣的男人人际关系会维系得很好，虽然他们性格内敛，但是大多数人谦和，与人为善，这让身边人很喜欢与他们做朋友。而这类人也大多眼光很独到，会交到很多的患难之交，是那种关键时刻的生死朋友，所以他们一生非常幸运，会完美幸福地过完一生。男人的手掌中长有黑痣的，一旦那颗痣是极致的，则说明这位男性朋友会是一位能力强、事业比较成功且家庭观念强、有责任感的一位男性。那么如果是一位女性朋友，如果手掌有一颗黑痣，她的整体运势会是如何呢？这颗黑痣会给她一生带来什么呢？他们的一生又会受到哪些影响呢？大家都了解，相学中观手相是一样非常重要的看运势走向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手相特点来推测此人运势，所以他们在相学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如果一个女人的手掌中有一颗黑痣，我们通过观察这颗痣的颜色和大小是否均匀，判断这颗痣是不是一个极痣，然后大抵就能以推测出长有此种类型的痣的女性朋友性格上面就是一位女强人。大家要是想全面了解这种类型的朋友，可以接着来看。首先，有此类手型特征的女性朋友，她们的性格大多是比较固执和强势的，做事情比较讲究一板一眼，有自己的原则，也很难有人能够让他们改变自己做好的决定。而他们这种性格能够在事业上面助自己一臂之力，可是这种性格对于平常的人际关系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强势固执的性格让他们在职场上面很难交到知心的得力朋友，反倒会经常遇到阻碍他们的小人，所以工作运势超强，能够在事业上面有大展宏图的机会。一定也要提防职场小人的骚扰。手掌长有黑痣的女性朋友们的感情和家庭运势和事业运势比较起来的话，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做不到家庭和事业的均衡，从而会导致自己的另一半感情失调。还有因为性格的原因，让他们不太习惯，也不会和家中的长辈相处，从而导致家庭关系一团糟。有时候宁愿工作，也不想回家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关系。不过此类朋友要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如果想要生活更加幸福，或许就需要做好工作与家庭间的一个平衡，这样才能做到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有长辈这么说过，当手掌上有痣，在这一生你将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相同地方或者呈对称位置有痣的人。如果两手相贴合时，两颗痣完全重合相合，或者平行对称着一左一右，那这相遇的两个人这辈子一定会结为夫妻。此外，手掌长痣还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手掌有痣，心思缜密，计算精确之流，这类人最适宜当工程师、法官或者会计师等行业。由于他们做什么都经过三思而后行，所以甚少出错。如果和这种人结婚，虽然可确保婚后生活稳定，无风无浪，不会有大起跌，不过却稍显沉闷，因为这种男人大都缺乏情趣，不解温柔。大拇指以及附近有痣的人，代表父母早有所成就，在他们的庇护下，能够轻松游刃有余地过上很好的日子。食指有痣代表贵人，主要是来源于亲人；中指代表自己，无名指代表配偶，拇指或者食指有痣，表示身边的桃花往往是通过家人所介绍。无名指的桃花则除了代表配偶之外，另外还说明这个人有浪漫的气息。无名指有痣的人容易出现不期而遇的桃花。痣在手掌其他位置的命运：一、靠近手腕的痣代表会比较辛劳，甚至要承担家计；二、靠近无名指的痣代表有耐力，能吃苦，工作运不错，但对家中的事常有不满的倾向；三、靠近食指的痣代表有事业心，勇敢，喜照顾他人；四、靠近左手大拇指的痣代表工作努力，有责任感，得长辈疼爱；五、手背有痣的人占有欲强，容易发生家庭纠纷，夫妇、亲子
将经常摩擦。今天我们来讲讲10种罕见的成功者手相纹，快来看看你手上有没有。一个人跟钱财究竟有没有缘分，我们不仅可以从他的生辰八字中看出来，也可以从一个人的掌纹中看出来。因为掌中有明月，那些看似沟壑丛生的纹路，可以看出他们这辈子是否能大富大贵，有没有成功运。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拥有这10种罕见纹路的人，必定是人中龙凤，将来贵不可言。快来看看你手上有没有这些手纹。1. 成功纹，在大拇指的下面，手腕上方有横线，这类型的人非常有能力。很多事业成功的人士都有这种线纹，据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有这条线，当时就被认为有领导能力。如果找对象遇到这种手纹的，可要抓紧了，因为他们不仅能力强，而且还很有责任心。2. 凤眼纹，凤眼纹又称夫子眼，出现在大拇指的第一指节上，在拇指有一个完整的圆圈，即大拇指内侧中间那个关节上的节纹，不是一条线，而是2条或3条分开成眼形的纹路。如果说这个圆圈圈有开口的就不算。一般情况下，手指关节有刺眼者，代表该人有疏远，天资聪慧，头脑聪明且管理能力较强，也代表勇气、胆量。夫子眼大者敢于冒险。古代人认为有手相孔子眼的人必是文曲星下凡，有状元之名。若夫子眼完整且清晰，意味着身体状况良好，可能幼年时家境富裕，青年时婚姻幸福，事业有成。3. 环绕纹，在大拇指的尾部出现环绕纹，也叫做家族戒指线。当你的手上出现了这条线，代表你的整个家族都会蒸蒸日上，可能是由你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家族。此外，如果女性拇指上有凤眼，下带家族戒指线，则为锦上添花，一生荣耀。婚前有长辈呵护，婚后有丈夫疼爱。4. 十字纹，拥有十字纹的人通常直觉都十分敏锐，很能看懂别人的心思，特别适合从事心理咨询相关的行业。此外，他们的灵感也十分丰富，创造力也很强。5. 鱼纹，所谓鱼纹，其实跟它的名字一样，是在大拇指下方有像鱼一样的纹路。这种纹路并非天生就有，是后天长出来的，所以也非常罕见。当这条线出现时，预示着你的好运就要来临了。6. 幽默纹，在感情线的最后方出现形的纹就是幽默纹，代表这个人很有幽默细胞。拥有这种纹越多的人，证明他们的幽默感越强，如果和他们交朋友，日常生活中一定会很快乐且欢笑不断。可以看看身边的开心果手上有没有这样的纹路哦。7. 贵人纹，贵人纹也叫宠爱线，即在生命线上出现3条开叉的线，意味着贵人运很旺盛。拥有这3条线的人，一生都有贵人扶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有贵人相助，能够化险为夷。8. 目标纹，目标纹也称希望线、努力线，是在食指下方竖直的一条线。拥有这条线的人，会有远大的抱负和野心，并会为之付出努力。反之，如果目标纹过多，就会未来的人生目标充满迷茫，生活状态也不是很安稳，有种无所适从的无助感。9. 2条智慧线，大多数人手上都有智慧线，一般来说，手上的智慧线只有1条，可能会出现分叉、断开、过长、过短的情况，但也有少数人手上有2条非常明显的智慧线。有2条智慧线的人，其人智慧超群，事业双线发展，而且会在某一方面非常有天赋。如果为男性可得异性助力而创业，此人大多能享其人之福；女性则为女强人，婚姻欠美满。10. 明星纹，这是最罕见的纹路。拥有明星纹的人，运势不是一般的好，你想做的事情都会实现，不管想做什么事情都会顺心顺意，财运亨通。最后我要说的是，掌纹好不好并不是你事业发展、婚姻感情、身体健康、财富聚集等的绝对因素。因为如果说人的命是天注定，那么也仅仅是说对你的影响，你的祖辈对你的影响较大而已。命运并非天定，风水影响成败。也就是说，如果你先天的命理不是太好的话，也没关系，还在后天的风水布局，在于你的理气，在于你是否能藏风得水。我们不能光看掌纹的运势，而忽略了本身的努力。没有比别人加倍的努力与奋斗，哪有未来的成功？性格决定命运，正心修身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第2，十指炫罗，荣贵旁逸是什么意思？老祖宗的识人术准不准？在传统文化中，识人术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智慧之一。老祖宗在识人方面
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孟子就曾经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就是说从一个人的眼睛中就能够判断这个人善恶。古往今来，人们为了识人做出了很多种尝试，比如说从人们的外貌来识人，从人们的手中的纹路来识人等等，这些都是老祖宗对生活的总结。但是人们这种通过外在的表征来识人的方式，总归是有点片面的。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十指炫罗，荣贵旁逸。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的也简单，意思就是说食指上的掌纹如果是呈螺旋状的，那么就预示着这个人会有不错的物质生活。如果没有听过这句话，那么你一定听过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五斗六斗开当铺，七斗八斗坐着走，九斗十斗享清福的说法。民间由于各地风俗不一，所以这句话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比如说一斗好，二斗宝，三斗四斗割马草，七斗八斗买地盖楼，十斗全点状元。十指炫罗，荣贵旁逸这句中的炫罗其实活斗是一个意思。除此之外，民间还有十指软绵绵，清闲福自天的说法，意思自然，就是说软绵绵的食指预示着生活富贵，反而那些手掌干枯的人，物质生活则会很贫乏。老祖宗这样的识人之法虽然存在一定的偏颇，但也是老祖宗千百年来的经验总结，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道理的。但真正的识人之法却不仅限于从一个人的外在表征来判断预测，真正的识人之法除了要察其色，还要观其行。简单的以貌取人，往往会被别人的表现所欺骗。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老祖宗的识人术除了要观其外在，还要考察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从一个人的外在表征识人是静态的，如果仅仅从一个人的外在识人，往往会有失偏颇，但如果结合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再来识人，那就比较全面了。古人常说喜怒不形于色的人难以让人们琢磨透，因为这样的人往往话不多，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举动，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样子，所以这样的人往往很难被人看出他们的想法。但这样的人通常也一定是比较成功的人。老祖宗会通过一些言语的试探，然后通过一个人的表现以此来识人，比如说用言语刁难，以此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应变能力，比如可以托付一个人一些事情，以此来判别他是不是可以信任等等。老祖宗的识人之法大多数都是静态的，就是说大多数都是以一个人的外在表征来识人，而这种识人之法往往会趋于片面，对于真正认识一个人会存在偏颇。但如果静态的识人之法配合上从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上识人的动态识人之法，我们得到的结果或许要立体很多。第三，手有稀贵纹，定是有钱人的发大财。手相在风水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通过手相算命，你不仅仅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如何，还能够从手相看出这个人的运势。那么什么样的手相会长寿？长寿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接下来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一、生命线清晰伸长的手相长寿。人们手中的生命线是跟健康运势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生命线清晰伸长的人，他们的健康运势是不错的，能拥有很不错的身体的，不用担心太多的。其实生命线清晰伸长的人是生命力顽强的，体格方面都是很强健的，不容易生病的，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会很好的，能做到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的，绝对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跟他人有争吵的，寿命真的很长的，生活方面是相当的幸福美满的。二、手掌丰满红润的手相长寿。手掌丰满红润是十分好的一个手相特征，相对的有些人的手色则暗淡无光，常常呈现干瘪状。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即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相反，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晚年还会病痛缠身，惶惶不可终日。算命先生说，手有米字纹，富贵到永久，准得吓人。第一，形体，手后肉多有福人，手掌厚实，手指饱满且擅长掌，干事有方案，节状稳重，属于官运之长相。掌薄掌长指短，即使其他文献再好，也无官之相。掌后背圆，一世好风光。
也就是说，一小我的手掌背不露青筋，血管和骨头，掌心掌背都露多，摸起来温暖和踏实。如许的手相则是有福泽的人，龙虎相配，富贵人。手掌厚实，手指饱满，手相中手指为龙，手掌则为虎。手指较长其人擅长思维，手指较短其人重于步履。只可龙吞虎，不成虎吞龙，龙长虎短才是属于富贵的好的手相。第二，符号，手内元宝纹和三角纹较着，生平不借钱财。事业线清楚直上，直奔中指，事业不变。太阳线较着，在业内享有必定的盛誉。小指财运线较着，财运丰隆，手有余钱。第三，纹理和符号均配，以这位女士明堂低洼，八卦丰隆，并且玉主纹清除了然，线过两桥，一闹事业不变，财运丰隆之象。无名指下方出现较着的米字纹，骨相疏言，手有米字纹，富贵到永久之说。米字纹又称为金钱纹，一样平常成如今掌秋或掌心时，代表有着不错的偏财运，随意获得横财、外财或不测之财。二，玉柱纹清楚直上，手掌中事业线直抵中指根部，事业线的长势好，再加之其他纹线的配合较好，其人生平不必为钱懊恼，婚姻幸福，钱财充足。事业线又称命运线，其笔直向上延伸，穿过激情线中转中指根部，其人事业心很强，干事有气概气派，且率领力很强。旁边同时有一条直长的太阳线，则其才能出众，常有贵人护助，并且福泽很大，仕途中官运利势。第四，手相中纹理、符号、形体均占者一样平常，富贵者居多，由于相不独断。其次还有一种就是长色苍白，对人生富贵运势均有一种帮扶的浸染。长色苍白不劫钱，不入寿三宫，高凸有弹性，事业线清楚直上，事业有成，钱财充足。第二，非常罕见的16种奇纹手相，10年难得一见，必是一辈冲天富豪命。一，钱财纹多。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钱财纹越多越深，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二，偏财纹。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除了工作之外，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就更吉利了，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三，井字纹。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这一生的财运亨通，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四，川字纹。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从性格来说，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具有很强的能力。从运势发展来说，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会过得很富贵。五，三约纹。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钱财丰厚。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可以嫁一个贵夫，夫妻的感情稳定，生活条件也很不错。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六，祖臂纹。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七，三财纹。玉管照神局，三财纹上的分明，一生时运可昌荣，主命与财主有气，一纹冲破变无情。天纹感情线，人纹智慧线，地纹生命线是先天3大主纹，是掌中三财。这里说的三财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3条纹身长清晰，没有其他杂纹。所谓三财纹身家业广，治家必有一招先。这3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一眼看去掌中一个川字，因此三财纹俗称川字掌，
并有男人穿掌事业顺，女人穿掌财帛多的说法。三峰纹，玉管照神局，三峰堆起巽离坤，肉满高如枣样圆，光泽更加红润色，家中金玉有良田。三峰纹指的是巽宫、离宫、坤宫3个部位比较饱满，像山峰一样。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财在巽宫，官在离宫，禄在坤宫，这3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更别说是3处了。六秀纹，手相歌诀，六秀入掌中，处事好心胸，平人成大富，谋之禄未丰。六秀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天纹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又被称为偏财纹、六合纹、一禄纹。如果在六秀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相当于是一种辅佐，那更是锦上添花。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创作线。如果六秀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一直延伸到掌心，甚至到手掌底部，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玉柱纹，玉管照神局，玉柱纹从掌直去，为人胆智必聪明，更得学堂文显现，中年必定拜公卿。女人有玉柱纹，富裕之外，只是要里外操心，有管服治家的现象，所以民间又叫当家纹。有的玉柱纹不够长，没有穿过天纹，但是与天纹、人纹、地纹交叉，共同形成一个字母 M 的形状，这叫做 M 字纹。有 M 字纹手相的人，通常学问高深，或者是创业富豪。三奇纹，玉管照神局，三奇纹现无名指，一路分开3个纹，生在正宫并掌内，必作金门10路人。这3条纹并驾齐驱，形成树的形状，所以又被称作摇钱树。掌中有摇钱树的人了不得，一生富贵，名利双收，能成大事。千金纹，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超过了智慧线，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同时还乐善好施，是一个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荣华富贵可享，就要看此纹。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衣食无忧，生活殷实，一生享尽富贵荣华。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必能早年就发达，前程似锦，家中财运滚滚，富甲一方。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文遇千金直上加，这是少年人的词，前程富贵有人夸。需要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否则必冲毁前程。掌中有千金纹的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前途不可估量。一生衣食无忧，生活殷实，财运不断，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富可敌国的人。但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未来的财运，手相中富贵的吉成符号较多，一般吉利符号加大运势的增强，锦上添花。相书中一种富贵符号宝船纹又称为元宝纹。古有手有宝船，满载珠宝之说，可见宝船纹的作用非同小可。宝船纹如果封闭又比较严密，4个角不漏，属于财库，代表着有很强的聚财能力，生活中收入高，很容易存着钱。宝船纹是有2条或者3条主线感情、智慧、生命线一起和其他的一些辅助线形成的抽象的宝船图形。一般情况，金元纹宝上宽下窄，犹如梯形、船形、盆形之状，元宝形状越大，则财产就越多。1982年生肖女士手相运势：第一，手大4指并收而聚拢，直爪有收，皮白肉细，一生富足之人。第二，手中宝船纹又大又封闭，并且事业线拖着宝船前行，一生运势旺盛，事业猛进，财运不断。实际福主从25岁开始自行投资，目前有上千万资产。第三，感情线深长，结婚线2条相对平衡，婚后夫妻和睦，子女双全。手相中元宝纹的出现，加大了运势的增强，犹如锦上添花。宝船纹的出现，必须要有深长的事业线配合，才能富贵有望。如果一个单纯的宝船纹，没有富贵不会太大，甚至无富贵之象。第二，手有一纹，富贵自成。手掌象征富贵与荣华的3奇纹你有吗？手相主要就是看个人手掌中所拥有的那些特殊线纹，例如人们比较熟悉的生命线、智慧线以及感情线这3大主要线纹，以及婚姻线、事业线等特殊线纹。这些手掌线纹所拥有的外形特征有着不同的含义象征。那么手掌中的3奇纹就是哪种特殊的线纹呢？一、特殊的线纹。
所谓三奇纹指的就是一种象征着吉运、好运的线纹。这种线纹并非单指某条线纹，和川字纹一样是由多条线纹组合而成。常见的三奇纹有2种，其中一种是太阳线中间出现分在，分别朝着中指和小拇指延伸，而另外一种就是手掌中的事业线、太阳线以及财运线的根部相连接在一起，成为了一组非常奇特的纹理，被称之为三奇纹。2. 三奇纹的特点。之所以称之为三奇纹，不仅仅是指纹理拥有3条线纹分支，更重要的是这首香所代表的含义非常出色，分别象征了命主的爱人、贵人以及富贵。也就是说，拥有三奇纹的人能够在婚姻、人际关系和财富收入方面拥有出色的运势变化。他们能够在生活中遇到适合自己的恋爱对象，并且和对方有着一段美满幸福的恋情。结婚之后更是感情稳定，生活幸福。其次，在工作当中容易遇到自己命中的贵人，从而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获得贵人相助，使得即使自身缺乏出色的工作才能，也同样可以取得事业成功，更是能够在面临危机时化险为夷。最后就是偏财运出色，容易获得意外之财，一生都不需要为了金钱而发愁。由此可见，这样一种特殊线纹所拥有的含义是多么的出色。3. 拥有三奇纹的人，三奇纹这一手相特征确实能够体现出其人所具有的运势特点，但线纹本身也可以表现出命主的性格非常好。因为如果只是具备出色的运势而没有良好性格的话，那么也只能够眼睁睁看着好运从自己手中溜走。一般来说，拥有三奇纹手相的人性格认真且看重原则，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着自己的底线，他们不会为了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坚持，也能够将感情放在第一位。第3，三金在手，必富有的发大财手。1. 贵人纹。贵人纹又叫火星纹或第2生命线，一般贵人纹清晰之人都会有贵人相助，生活和事业上遇到的新朋友也会容易信任你，与你合作，带给你转机。手掌有肉代表有福，也就是我们说的有靠山。2. 阴质线下积功德，前有贵人，后有靠山。阴质线不仅仅脸上有，手上也有。手上的阴质线位置与贵人纹一样，也可以说是贵人纹的一种强势的变化。当贵人纹有3条十分清晰的时候，就成了阴质线，也叫三金线。手相阴质线说明你前世积下很多功德，那些上一世受恩于你的人，今世会来报恩，因此今生你会很有贵人缘。即便是刚刚认识的朋友，也会莫名其妙的信任你，为你赴汤蹈火。手相阴质线之人是最典型的前有贵人，后有靠山的有福之人。3. 钱财纹多。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生活上大富大贵。4. 手中多财库。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或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5. 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意味着财运事业基础好，无论是生活或工作，他们都会充满着干劲，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一直在默默的努力，这类手相的人比较容易能大富大贵。6. 太阳丘隆起。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才能，工作中奖金多，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存得住的钱一定不为钱财而累。男的财运好，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7. 财运线伸直。小指根部下面如果有竖线，为财运线，俗称金棍，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伸直有力，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代表着钱财运好，大富大贵。8. 通天手纹。位于月球较外缘的垂直线为标准的通天纹，有此线的人有极强的敏感性、心理感应性，非常富有幻想色彩，天文、地理、人事无所不晓，又称通天纹。其人常常额中纵列一竖线，自眉心上方直至额际，即额上的通天纹也是天目的学区的显露。有这种线的人会自觉地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潜心神秘事物研究，必有大成。双手都有通天纹的，前世必是大善之人，今生头顶有灵光，一生有神灵庇佑，在事业上必有大的作为，一生财运不断。有此纹的人
一生不缺钱，一般有通天文的人双手都会有，此人八字必是天乙贵人星，还会给别人带来好运、财运，一生大成大步。第四，案例分析，虎虎生风的手相，根基深厚之人必是富贵相。第一个，金星丘尤其的饱满开阔，体质加精力充沛，根基深厚，只是中指土星有些杂乱，中指代表自身，土星丘代表责任感，此处杂文多，代表自信心不强，面对困难有些易逃避，有利有弊，利在会审时度势，避其锋芒，弊端在易形成习惯，自身才能易被埋没，潜力难挖掘。十指巽宫财位倒是饱满，伴有井字纹，财运如井水，源源不绝。财虽一般，但有稳定的钱财入账，从这深刻的事业线也看出本质有保障，稳定少起伏。掌心明堂凹陷，能存财守财，纹路看有穿掌的格局，但是生命线和脑线初期有些粘贴，独立能力强，但是对父母有心怀感恩，成家立业后会颁布父母。不过穿掌人格局还是有，敢闯敢干。事业线也有一马平川的格局，加上金星丘饱满，穿掌和金星丘一定要配合得当，所以是非常不错的穿掌格局。感情线深刻，重情感性，人缘不错，从太阳线也可看出。不过重情之人，情路易动荡，容易陷入情网。脑线和情线见十字纹，年纪越大越相信玄学佛系，晚年易和佛家道家结缘。第二个，偏身自恋，身自恋，上下弱，中间强，面骨还算厚重饱满，运势不弱，只是额头稍浅稍尖，早运一般，难得祖荫庇护，父母甚至有些重男轻女。颧骨强眉骨弱，全压眉，容易有异性兄弟姊妹，说明早年家庭环境不好，父母甚至有嫌隙和分离之苦。不过眉浓不散，上扬有气势，鼻高隆，自身独立要强，甚至有些过于要强，其实内心稍有些自卑，这和原生家庭环境有关。眼大六白，但是黑白分明，防范意识很强，有些容易吓跑姻缘和贵人，一旦深交，自己会投入很深，容易被烂桃花侵扰。田宅宫见眉毛侵扰，靠山不稳，难入大公司做靠山。不过鼻高隆起势，厚重饱满，中年财运旺，夫运足，加颧骨凸，鼻全的配，中年能起运。不过鼻梁起结，颧骨凸，在婚姻中有些强势，偏敏感，缺乏安全感，容易让对方感受压力。建议调手相学便作为一种神秘的学问，流传于民间。人们常常通过观察手掌上的纹路来预测一个人的命运、性格和未来。最近有一位网友展示了其独特的手纹，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位朋友的手中竟然有霸王纹。要说富贵的手相有很多种，而这其中万中无一，富贵荣耀无人可挡的就是霸王线。那么霸王纹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特征？有此纹路者会有哪些好事发生呢？掌天霸王纹，权倾天下是如今，富贵荣华财满门。霸王纹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象征权势与富贵的纹路。在手相学中，它指的是命运线、金运线以及财运线三线合一，形成强大的纹路。这种纹路通常被认为是非常吉祥的，预示着一个人在事业、财运和名望方面都将有不俗的表现。一句话，有钱有势有权，霸王纹在手，当真是要啥有啥。不过拥有霸王纹的你，不用辅佐别人，你就是世界的中心，想做什么就做，想怎么干就干。你就是天生的领导型人格，有影响力，有统帅他人的能力。但是这种真正的霸王纹并不常见，大多数人的手相中可能只能看到霸王纹的影子。有的人这三条线并未完全连接在一起，也有的人金运线和财运线没有掌过感情线。即便如此，这样的纹路也可能使一个人的财运、事业和名气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使其在生活中更容易取得成功。如果左手没有，你看看你的右手有没有，只要有一只手有，你就是万中无一的那个人。这种纹路的出现往往与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和经历密切相关。拥有霸王纹的人通常对金钱和财富有着强烈的渴望，他们拥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判断力，他们擅长于发现商机，抓住机遇，往往能够在商场上独辟蹊径，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商业王国，不畏艰难困苦。他们勇于冒险，果断行事，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除了对财富的渴望外，拥有霸王纹的人还具备着强势、果断和野心勃勃的个性。他们不满足于平庸，不停歇于现状，总是奋力向前，追求更高更远的目标。
这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让他们在事业的道路上永不止步，不断创造出惊人的业绩和成就。因此，霸王纹的出现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一种标志，更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它象征着拥有者在商场上的强大潜能和领导才能，预示着他们将会成为商业世界的霸主，引领着时代的潮流。除了霸王纹之外，还有很多罕见的手纹，就比如说爪子纹。下面就列举一些十分罕见的手纹。一、爪子纹。当感情线下垂，搭上智慧线与生命线，形成3线同源的手相格局，形状就像一个爪字，这就称为爪子掌。这样的爪子掌可谓是万中无一，极其罕见，因此对于这种手相的研究一直很少，使之变得神秘莫测。一般认为，爪子掌之人十分重情义，天生乐善好施，以助人为己任，事事替人着想，可谓是神仙一般的人物。二、不动产纹。什么是不动产线？指的是一条连接事业线和太阳线的横线。如果手上出现了不动产手纹，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吉祥的预兆。通常这种手相的人有很大可能得到不动产。如果这条线在手掌下方出现，得到的时间会比较早。这种通常是祖辈庇佑，或许早年平平，但是忽然之间就靠祖业家中长辈遗留的财物发家。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创业初期需要资金时，忽然会有长辈家人或是贵人投入大量资金，并且势如破竹般快速在事业上顺风顺水发家致富。其次，它还暗示着拥有者可能会在房地产领域或其他投资方面取得成功，积累大量的财富和资产。这种手纹的出现，常常被视为一个人财运亨通的象征，预示着他们将会拥有舒适、富裕的生活，并享受到物质上的丰盛和安逸。因此，不动产手纹的出现被视为一种幸运和吉祥的迹象，为拥有者带来了未来财富和物质上的丰盛和稳定。三、断掌。断掌纹属罕见且吉祥，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说，拥有断掌纹的男性大多数都能在事业上取得较大的成就，功成名就。他们往往能够在自己所选择的领域中脱颖而出，赢得他人的尊重和认可。断掌纹的出现预示着拥有者在福禄、财运、金钱和财富方面将会有着极好的运势。他们往往能够获得意外的财富和收入，享受到物质上的丰盛和舒适。这种手相被视为是一种吉祥的象征，预示着拥有者在未来将会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因此，拥有断掌纹的男性往往被认为是命中注定会有一番作为的人。他们具备着出色的领导才能和商业头脑，在事业的道路上势必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这种手相的出现被视为是一种幸运的预兆，预示着拥有者将会在人生的道路上获得丰厚的回报和成功。四、诙谐线。爱情线尾部折线型的线就是诙谐线，具有这条线的人越多，诙谐感越强。如果和这条线多的人做朋友，日子中笑声不断哟，让你在尽力之外结合命运得失吉凶，往往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手中财库多。手中财库多是一种相当吉祥的手相特征，拥有这一特征的人通常能够将钱财妥善存放，不会轻易挥霍，懂得如何节俭和理财。他们具备着良好的财务管理能力，能够理性地处理金钱，将其有效地积累和保存下来。手中财库多的人往往能够积累大量的财富，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把握机会，将资金投入到有利可图的项目中。他们不会轻易浪费金钱，而是会将其用于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价值。因此，他们往往能够过上富足、舒适的生活，享受到物质上的丰盛和安逸。手中财库多的特征被视为是一种吉祥的象征，预示着拥有者将会在财富和事业上获得成功和收获。他们能够理智地管理自己的财富，不会因为金钱而迷失方向，而是能够以稳健的步伐走向成功之路。因此，拥有这一手相特征的人往往能够过上富贵吉祥的人生。六、食指和中指之间有细缝。这种手相被归类为旺运型富贵手相，具有许多令人艳羡的特征。拥有这一手相的人通常不喜欢受到他人的束缚，他们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不愿受限于传统规范或固定模式。然而，他们并不是一味放任自己，相反，他们思考细密，慎重考虑，并以勤劳、努力为座右铭。他们知道，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因此，
他们注定会在人生的道路上出人头地，取得辉煌的成就。随着个人成就的不断提升，财富自然也会随之增加。这种手相预示着拥有者将会在事业和财富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和回报。他们拥有着突出的领导才能和商业头脑，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赢得人生的胜利。7. 太阳丘隆起。太阳丘位于手掌中指与食指之间的位置，被认为是与财运和吉祥相关的重要手相部位。如果太阳丘饱满而凸起，通常被解读为未来日子顺风顺水，能够享受到大富大贵的生活。太阳丘饱满的手相被视为是一种吉祥的象征，预示着拥有者将会在财富和事业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和收获。他们往往能够在职业生涯中取得重要的成就，获得丰厚的报酬和回报。这种手相反映了拥有者的富有潜力和追求成功的决心。他们能够以自己的勤劳和努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财富和地位。8. 手掌厚实有肉感。手掌厚实代表着这些人群能拥有一个较好的财运基础。这些人勤恳踏实，一直在为自己的未来默默努力，努力加上天生财运，是很容易大富大贵的。9. 钱财手纹。手中有特别多的钱财纹，就意味着命中的钱财、财富、金钱特别多。有这种手纹的人，天生的财运就好，注定大富大贵的手相。钱财纹的出现，通常象征着拥有者在财富和金钱方面将会有着极佳的运势。他们往往能够轻松获得意外的财富和收入，享受到物质上的丰盛和舒适。这种手相预示着拥有者将会在财务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功和回报，拥有丰厚的财富和资产。10. 财运线又深又直。这里指的是小指根部下面有竖线为财运线，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深直有力，甚至有的人是多条深直的财运线，代表着钱财运好大富。一般相手大多通过观察手掌的掌形和掌纹来了解其人的人生运势，但是对于一个精通手相的人来说，手指的长短、手指上的纹路都必须仔细观察，不可轻易放过。下面请跟随我们一起来看看手指指节纹都有哪些吉凶寓意。4种指节纹线看你一生衣食足缺。1. 理财纹。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叫做理财纹。有这种理财纹的人，通常是替老板、上司理财，经常会是大公司里面的会计或者出纳，当然自己也会理财，因此不会缺钱用。1. 理财纹2条，同时婚姻线也出现2条，则理财能力虽佳，但人缘佳，桃花多，要妥善处理感情，避免发生三角关系。2. 理财纹1条，其中一端却露出指缝，可就不妙了，成天做着发财梦，想中大乐透或天上掉下钱给你，即便偶有幸运得到，往往因不善营谋，迅速会失去，不能脚踏实地，筑梦踏实。无名指特长接近中指高度者尤为应验。3. 理财纹1条，手上有理财纹1条，长短适中者理财能力佳，能将理财知识融会贯通，再加以改良，变成自己的专属赚钱方式，财运称旺。财的来源可能是偏财或结婚得财，得来之后你有能力将其翻倍。4. 理财纹3条，身秀明朗的你，个性上足智多谋，能够举一反三，应用在理财上收获满满，正财偏财都旺，不但有意外之财，还常常得到贵人助力，有本事在理财领域大展长才。只是若同时出现金星带，要小心因好色失财。2. 凤眼纹，在拇指第一节指节上面的指纹呈一个圈形的纹路，叫做凤眼纹。通常有凤眼的人会得到一个好老公或好老婆，因此可以一生衣食无忧。拇指第一节的地方出现外貌如眼睛的夫子眼，凤眼纹是吉祥的标记。有这种印记的女性就会嫁到各个方面都优的男性，且有机会嫁入豪门中。如果是双手都有此类标记的话，那就会更加有利。食指有3豹纹也是吉祥。3. 三豹纹，
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三宝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往往都是由桃花来的。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或者女孩子会拿钱给他，亦或者是做女性用品生意的。4. 钱财纹，在无名指和小指有细细的斜线，叫做钱财纹，一般人都有。例如，工作奖金、意外小奖、分红等等都属于这类。拥有这种手相的人非常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愈动愈旺，财运方面的运势非常强劲。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缘、名声以及一切跟幸运有关的运势，所以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的人，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此外，钱财纹还有这些特征： 1. 钱财纹身长，再有财库者，此人存大财。 2. 钱财纹一条一条者，为有财之象，意外之财。 3. 钱财纹上出现倒纹、链锁状者，为破财、口舌。 4. 钱财纹上有十字者或有竖线者，均为调动工作花钱之象，花钱必能调动成功。 5. 钱财纹断断续续者，此人大财没有，小财不断，存不住财。哪些手相看你一生衣食无忧？ 1. 财运线明显的手相，在无名指跟对着的一条线是财运线，这条又称为成功线。无论男女，如果在手上能有这条线，这是意味着此人做什么事情都会很顺利，也会很有钱。成功线是表示成功或人缘方面的关系，这条线是由各个不同的位置升起的，但其线的尖端都会伸向太阳丘，即无名指根部。这条线也可以叫做运势线。通过这条线可以看出一个人成功运势的好坏。 1.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事业顺利，身边也会有很多个贵人相助。 2. 如果财运线纹路生得深并且清晰，这样的人大多很精明，有比较理想的财运，事业也会发展得很顺利。这样的人非常善于投资做生意。 3. 如果一个人的财运线生的断续，可能说明此人财运会较差，做事多不顺心，生活上也多困难。这样的人会比较性子急，没有忍耐性，应尽量学会控制自己，避免有更大的损失。 4. 如果一个人的财运纹路生得像波浪形状，这样的人大多财运会不稳定，而且多有烦心事儿，需要不断的努力才可以有一定的成就。但是要注意，钱财可能会被他人所占的情况发生。 5. 如果财运纹生得像一个连环着一个环如项链一样的形状，这样的人大多会有偏财或不义之财，但是也可能会因为钱财而给其带来麻烦，要防止因财而生灾。 6. 在手相学上，如果财运线生得很长，而且超过了手指缝隙，这样不利于聚财，即使有了财富也可能会失去。平常不疼不痒，你觉得它很健康是吗？指甲不光滑，横纹竖纹一条条，你认为是平常家务活做多了，不注意保养导致的是吗？不，大错特错。其实指甲是身体健康的晴雨表，指甲的颜色、纹路等变化都与健康密不可分。那我们如何从指甲检查自身是否健康呢？指甲出现哪些现象说明身体存在疾病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1. 如何通过指甲检视健康？ 1. 指甲板纵纹，神经衰弱，指甲上有数条明显纵纹，表示长期神经衰弱，机体衰老的象征，容易出现神经衰弱，长期失眠、多梦、易醒难入眠，消耗性疾病，体力透支，如身心疲惫综合症。
免疫功能差，容易感冒。2. 指甲板横纹。横纹深粗者表示一次严重的疾病，指甲横纹多且细者多见于长期慢性消化系统疾病，饮食稍不注意就会出现腹痛、泄泻等症状。3. 指甲的斑点。淤黑斑点是表示脑部血循环发生障碍的征兆，一般右手指甲出现表示左脑有问题。指甲白点，消化不良。指甲上出现一个或数个白点，成年人多见肝功能代谢或受损，特别是乙肝慢性病人。小孩多见于肠胃机制消化不良或虫积或缺钙习惯性便秘，长期造成肠胃紊乱，也会出现点状白点儿。4. 按压指甲。一般而言，恢复快的表示正常，慢的表示体内有障碍。用一只手按压住另一只指甲3秒，见指甲白色后放手，观察5个手指甲床下血液循环回复的快慢。如果马上呈微红状，则表示健康，说明血液循环顺畅，内脏机能活泼。如有一个指头血液循环不良，则与这个指头相应的内脏问题有关。5. 半月痕正常。双手8到10个手指要有半月痕，半月痕面积占指甲的1/5，半月痕的颜色为奶白色，越白越好，表示精力越壮。6. 半月痕不正常。1. 寒底型，无半月痕为寒底型，半月痕越少表示精力越差，这种人的脏腑功能低下，气血运行缓慢，容易疲劳乏力，精神不振，吸收功能差，面色苍白，手脚却冷，心惊嗜睡，容易感冒，反复感冒，精力衰退，体质下降，甚则痰湿带滞，气滞血瘀，痰湿结节，肿瘤。2. 热底型，连小指也有半月痕者，半月痕增大均属热底型，这种人的脏腑功能强壮，身体素质较好，但在病理情况下则是阳气偏盛，脏腑功能亢进，可见面红、上火、烦躁、便秘、易怒、口干、食量大、不怕冷、好动，甚至血压高、血糖高、中风。3. 寒热交替型，半月痕的边界模糊不清，颜色逐渐接近假体颜色者，属寒热交错型或阴阳失调型。寒热交替型提示人体内有阴阳偏盛衰的变化，寒热的变化可因保养的不同而异，所以精足人壮，精弱人病，精少人老，精尽人亡，说的就是半月痕的多少颜色变化。无半月痕的人，即使暂时无病，也需要迅速补养身体，特别是只剩下拇指有半月痕时，体内正在告诉你已经用底油了，需要赶快加油了。保健建议，精力的补充要靠优质的中性蛋白质，如奶类、蛋类、豆类、鱼类和黑色性食物、种子类、胚胎性食物。只要保证营养，坚持保养，一般1个半月就可以在1个指甲长出，通常是先长拇指，以后依次食指、中指、环指、小指，半年以后才能长满。但是平常要注意休息，如果长期熬夜，则夜生活过度，半月痕很快又会消失了。2. 如何观手之健康？1. 手感热
主心肾阴虚，烦躁、上火、失眠、多梦紧张。2. 手感凉，主脾肾阳虚，体弱怕冷，消化吸收能力差。3. 手感湿，主心脾两虚，容易疲惫乏力，手掌多汗者，多为脾胃积热，心火盛，心理压力，精神紧张。4. 手感干，主肺脾两亏，皮肤干燥，容易感冒。5. 手感温暖润泽，主五脏调和，身体健康。6. 手感黏，主内分泌失调，特别是糖尿病人多见。3. 13种指甲的异常标志健康问题。1. 指甲内陷，营养不良，有些人的指甲表面会出现一条线形凹陷，西医学上把它称为博士线。指甲内陷可能提示： 1. 指甲生长中受了外伤； 2. 患有某些较严重的疾病，如糖尿病、心脏病； 3. 某些会引发高热的疾病，如心红、肺炎等； 4. 缺锌。2. 指甲白点儿多个需要注意，指甲上偶尔出现不透明1、2个小白点，其实与缺钙、寄生虫没有太大的关系。大力修剪指甲，受外力的撞击，则会出现白点。不过由于指甲生长比较缓慢，所以在受伤很长一段时间后，白点才会显现。但是白点还是不容忽视，出现以下情况就要特别注意了。3. 特里甲、糖尿病、心脏病、甲状腺问题，指近端 80% 指甲是白色的，而远端是正常的粉色，这是由于甲床血液供应不足引起的。特里甲是肝脏病的象征，也可能提示糖尿病、充血性心衰、甲状性机能亢进。4. 白点变大，真菌性白甲。当指甲上白点开始浑浊且逐渐变大，甚至蔓延到整个甲板、甲床，这是真菌感染的症状，可能患上了真菌性白甲。5. 全白甲，遗传性疾病。全白甲比较罕见，属长家族性发病，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6. 横纹，指甲上出现的横纹一般有2种，博士线和米氏线。1. 博士线，心脏病、营养不良等等，指甲停止生长引起的指甲板横向下陷，指甲受到外力损伤，严重缺锌，可能造成博士线的原因。另外还可能提示身体出现营养不良、麻疹、腮腺炎、心脏病。根据博士线的位置，临床医生可以大致推算与之相关疾病发生的时间，同时这条线的深度还为疾病的严重程度提供了线索。2. 米氏线，横白纹甲，醌中毒或急性疾病。新经络提示，任何急性病症都可能产生横白线。除此以外，严重的金属中毒，这个主要以醌中毒为典型代表，化疗、一氧化碳中毒、亨廷顿病、疟疾及麻风病都可能造成横白线。同样可以通过指甲上横白线的位置推测相应疾病发生的时间。其指甲变厚，真菌感染。若指甲粗糙肥厚，有破损，呈现灰黄、灰褐色或有脱屑的情况，则可能是真菌感染所致，就是灰指甲。8. 指甲剥离，显皮银屑病。有些疾病也会导致指甲从甲床剥脱分离，剥脱的指甲常常发白、黄、绿不等，不透明。这种情况多见于癣和银屑病，
也可能是甲状腺功能异常，周围循环障碍者偶尔也有出现。9. 指甲有针刺凹陷，局部病变，指甲表面出现如针扎的小凹陷，呈顶针样改变，往往是银屑病，就是牛皮癣的一种局部表现。10. 指甲变脆、贫血，真菌感染。若指甲变得薄脆易断，则可能是缺铁性贫血、营养不良以及局部真菌感染所致。11. 指甲变黄，呼吸系统病、水肿问题。若指甲变黄变厚且生长缓慢，则可能是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淋巴水肿等相关疾病。12. 出现矢状甲、甲减、心脏病、肝脏病变。若发现指甲边缘隆起，与正常的指甲弧度相反，中间凹陷，形似一茶石状，多数情况下可能是提示身体有缺铁性贫血、肝脏病变、心脏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等问题。13. 出现杵状甲、心脏病、呼吸系统病。杵状甲表现为指甲末节肥大，并向上拱起呈鼓槌状，同时指甲的甲面弧度会明显增大。这些变化可能是患有肺气肿、支气管扩张、严重的肺结核、慢性肺源性心病、溃疡性结肠炎等疾病的征兆。指甲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中医望闻问切4步骤，第一步骤是最基本也是最难的。上面所说的这些变化有些繁复，但这是科学的，大家可以在平时放心借鉴，看好自己。有问题最好及时去咨询医生，明确相关原因，以免错过某些疾病的信号。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分享。